平时喜欢玩游戏，尤其是 FPS 的朋友，应该对奶妈这个角色都不陌生。在战术小队里，如果你被坦克一炮轰没了，只要医疗能把你拉回来，缝缝补补又是一条好汉。那么现实中的战地医疗和游戏的差距到底有多大呢？大家好，我是咕咕米老板。今天这期节目，咱们来聊点硬核的话题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这样一段视频？某一次突击中，一名医务兵刚下装甲车就不幸踩了地雷，爆炸当下，他的腿部几乎被炸断。但他凭借强大的求生本能和专业技能，用最快的速度给自己绑上了止血带，艰难地爬回了那辆布莱德利。很多人看完这个画面，都对战场的残酷有了更直观的感受，也难免替他捏把汗。打了止血带后，他能挺过去吗？腿还能保得住吗？通常止血带在这样的情况下，确实能为伤者争取宝贵的时间，尤其在大量失血的初期。如果没有这一步骤，他可能会在数分钟内休克而失去意识。但能否最终保住性命，还取决于后面一连串的操作。爆炸造成的创口，往往伴随着皮肤撕裂、骨骼碎裂、金属弹片残留，再加上现场环境不佳，一旦感染扩散，情况就会更糟。等他回到相对安全的地点，还要经过清创、缝合、输血、预防感染以及可能的截肢手术。如果医疗资源紧缺，任何一步都可能出现意外。所以爬回载具只是第一步，真正的考验往往在后方的医疗系统才开始。现在战场上，各国军队普遍使用一套原则，叫做 TCCC， 中文可理解为战术战斗伤亡救治。它大致分为几个阶段。第一阶段叫火线救治，也就是在交火或极端险境中进行最基本的止血和保持呼吸道畅通，避免伤员当场丧命。第二阶段叫战术区域救护，这时战况相对缓和，医护人员可以更仔细地评估伤情，进行必要的输血、包扎、固定骨折等。最后一个阶段是战术后送救护，把重伤员尽可能转移到有条件的医疗站或医院。被地雷炸伤列名士兵先自我包扎，属于火线救护。可以让他保住腿或保住命，就得指望后面有更深入的处理。在谈到战场急救时，经常会出现一个概念叫黄金1小时，指的是从受伤到开始专业治疗的关键窗口期。尤其是像地雷爆炸、枪击严重烧伤等大创伤，如果能在1个小时内完成初步手术或紧急处理，伤员成活率会上升不少。然而在战地环境中，后送常常面临道路被炸毁、通讯不顺畅、敌方火力拦截等难题，哪怕多耽误10分钟，病情就有可能急转直下。再加上医疗物资不足或天气恶劣，能不能让受伤士兵在黄金时间内获得救治，往往要看团队配合与运气。每一支部队若想在伤亡发生时最大程度的挽回生命，就需要有专门的战术医疗兵、后勤人员以及足够的车辆和直升机。医疗兵往往随身携带止血带、敷料、便携式输液装置，甚至简易的手术工具。即便如此，他们也只能在前线做暂时处理，一旦遇到复杂的骨骼断裂或大量内出血，还要送往装备更齐全的医院进行手术。在真实场景里，绑止血带往往只是帮伤员多撑一段时间的手段，要是后续没有专业外科、麻醉科的团队接手，或者物资跟不上，生命随时可能被掐断。在许多 FPS 游戏中，医疗设定都被高度简化，目的是为了游戏节奏和玩家体验服务。这样的设计能让玩家在游戏过程中保持快节奏的作战乐趣，不会因为受伤就长时间观战，而让我们真正看到现实战争的可怕场面，再了解到一线医护人员面对的危险和压力，才知道现实并没有这么简单。尤其是在大规模冲突中，大量负伤人员同时需要救治，医疗资源的调度更显紧迫，这些都是游戏难以全面模拟的真实困难。回到开始的疑问，那位士兵最终的结局会如何呢？如果他所在的部队拥有不错的医疗水平，并且指挥有序，能及时把他送到后方，那存活率肯定比缺乏配套资源高很多。至于腿能否保住，要看创口的大小、骨骼损坏情况、神经血管的损毁程度以及后续的手术水平，每一环都需要精心处理。强力止血和及时返程只是为他争取了一线生机。如果遇到后方条件不足或伤口感染，那么结局可能不容乐观。这类案例在实际战场上并不少见，多数伤者要么成功截肢保命，要么因各种并发症走向更糟糕的结局。所以下次在游戏中被医疗兵救起时，你会联想起现实那些负重前行的军医吗？他们或许没有游戏里那么神奇，却在用凡人的躯体创造生命的奇迹。战争远比游戏残酷，庆幸我们只需在屏幕前体验生死。好了，今天的话题就聊到这里，感谢观众老爷们看到最后。
如果你喜欢这期内容，欢迎点赞转发和在评论区留言。我是咕咕米老板，我们下期再见。